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创新突围，我是 Raymond。请教一下大家，你有在斜杠吗？有没有想过要创业呢？那要创什么样的业才有前景可期呢？或许自助洗衣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哦。没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的调查哦，这10年呢，全球的自助洗衣的市场规模会有非常长足的进展哦。估计2021年呢，它的市场规模42.3亿美元，到2031年呢，会成长到79.6亿美元。那国内的自助洗衣的总数量呢，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哦，到2023年呢，已经超过了2289家。那当然呢，让人非常的跃跃欲试啦，觉得这个市场呢，好像有很多的商机以及需求。不过要在进入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盘点一下自己创业4要素：人才啦、技术啦、市场啦、资本啦，我们把握了其中哪几项？那如果评估过后还是觉得风险过高的话，其实去找加盟，或者是去找已经有相对成熟或者是成功商业模式的团队一起合作，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首先呢，就要先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这个创业经营达人，美一洁绿能智慧洗衣设备 Fagor 台湾亚洲总代理执行长郑敏欣 Candy 跟大家打声招呼。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一洁执行长 Candy， 大家好。真的非常谢谢 Candy 来上今天的节目。那这个 Candy 呢，已经在自助洗衣的领域耕耘了20年之久哦，那可以说是成效非常的卓著。在2022年呢，荣获了经理人月刊台湾百大 MVP 经理人数位转型奖。那同年呢，公司也获得了台湾最佳信誉品牌的肯定哦。所以我们今天呢，短短的半小时就要来跟这个执行长请教一下，他多年来呢对于市场观察以及趋势的这个第一手的他的洞见，好不好？好，没错。那首先呢，我们第一题还是先回到这个原点啦。执行长想请问一下，当初啊，您是在自助洗衣看到什么，看到了什么，让你觉得想要投入这个市场？而且呢，投入之后，你历经了疫情嘛？数位转型不仅屹立不摇哦，还逆势成长执行长，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啊，20年前就只是想要做一个不要有任何员工、不要有人的生意，就这么简单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是怕麻烦呐。对，结果就做出今天这一番成绩执行长。对，其实我觉得自助洗衣设备这种生意哦，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生意，是哦。那它需要做的就是服务，还有你再来就是说你整个你要怎么样永续性，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不需要员工嘛。那你只需要针对的就是客人，是还有你的设备就是你的员工，是，再来就是环境，对，然后再来你如何做出品牌精神，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哦。你要让客人看到你的这间洗衣店，他就想要进来，对，是，不然大街小巷都有，他为什么要来你这里？对啊，这才是重点。是，对。所以当初为了想要有给这些消费者更好的服务嘛，然后你去朝永续来迈进，然后呢，你让你的这个洗衣店非常的有特色，你有投入什么样的心力吗？像以前早期的洗衣店，就是几台机器摆一摆啊，然后墙壁涂的白白的啦，然后放几个标语啊或者什么，就这样子，很简单。但是我就心里想说，哇，你看那个咖啡厅好美哦。真的对啊，为什么我不能把洗衣店作为跟咖啡厅一样呢？是啊。对，那一开始人家业主都会觉得说，那个装潢很贵，我本来5万块、10万块可以做起来，做个咖啡厅的装潢要到20-30万、30-40万。是，但是我觉得，让客人觉得进来舒服。对不对？这很重要嘛，是，不然都是白白的，你有什么特色？执行长把这个自助洗衣店当成咖啡店来经营哦，也确实，你到自助洗衣店去洗衣服，加上烘衣服，至少待个40分钟1个小时嘛。对，那你在那个比较不要说丑啦，就是比较简陋或者是阳春的环境里面，其实待着也不舒服。是，如果像是咖啡店一样，那在那边稍微等待一下，然后滑个手机，看个书，很快就过了。对，这个消费者的体验会是很好的。不过刚才有提到这个其实执行长呢经营这个自助洗衣有20年的时间，有历经其实各种不同的挑战啦。
其中，如果我回想一下的话呢，我在求学时期，我也用过那种投币式的这个洗衣机啊。那你都还要先找好，那有没有几个10块啊？什么要准备好？你要先想好，今天只要洗衣服而已，所以准备40块，或者是加上烘衣服，然后烘衣服要2个小时，你可能要准备10个10块之类的，很麻烦。但是后来这些技术呢，其实应用成长得非常快速哦。现在都还有第三方支付啦、电子支付等等。执行长当初在导入这些技术的时候，都很顺利吗？还是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当然不会顺利啊！执行长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对啊，怎么会有什么事情都顺利的呢？你还不说万事起头难吗？对啊，所以当初导入有碰到什么困难吗？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也是去找其他的系统工程师的公司来合作。对，来合作。那合作的时候呢，一开始去找很多人，人家都讲说这个有钱可以赚吗？人家会接受吗？不是都是用卡片，就是人家那种就是洗衣服的卡片，储值的卡片或者零钱。他说这样人家会接受吗？我是说我不管什么，我觉得业主就可以接受。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机器卡闭了，业主不用跑现场。对啊，你直接用系统退钱给他，是我说业主就省很多。对，要是我就想要这样，是对，因为我们是设备商嘛，我们一定会开比较多间直营店。是，那我光我们家的小姐这边一回跑 A 店，然后 A 店还没跑完就跑 B 店，B 店还没跑完再跑回 A 店，哇，那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的人力就变得那个成本很高，是对，所以说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会喜欢。其实就让这个后端管理省下很多麻烦。对，而且我觉得执行长刚才说，他一开始想推的时候，大家有这个意见的时候，应该是执行长他想推的时候都推得非常的早，都早在其他的业者之前。早在你的竞争者之前，所以人家还没看到那个使用起来的带来的好处。我们是第一间啊。对啊，你们都是先行者啊，所以我都是第一间，所以先行者，而且其他的设备商都觉得我们很奇怪。就像这个执行长刚才说的嘛，这个万事起头难。对，所以顺着我刚才这个问题这个电子支付啦、第三方支付，那现在更不要说还有很多 AI 的技术啦、IoT， 像我知道这个每一节还有这个全台首创的 IoT 智能物联洗衣店，这执行长当初怎么做到的 ？IoT 其实我们本来在系统就已经算是半套 IoT 了。里面本来就有了。对，就是我们家的系统工程师就已经可以去控，比如说他可以打钱过去这个机台，是对他这个那个业主在在远端，是他就可以打钱过去了。其实这从一开始就是已经是属于半个 IoT 了。是，只是后来呢，我觉得除了这样子，是否还可以做更好的修正？那就要去联系原厂，是因为我们需要跟原厂做 IoT 上的串接。对，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我们站在原厂的立场他如果开放了 IoT， 他需要投入非常大的人力物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只要一开放的话，那我们经销商呢就可以直接进到他的机器里面、软体里面。那这对他们来讲，一个可以信任的经销商就很重要。是，对，不然或许都有很多商业面的很多一些后续上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是，他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啦。对。对，所以这个推动其实有一定的难度那请问一下这个执行长，那面对业者呢，你在推这些新的技术的时候，业者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又或者，因为我知道执行长你跟你的团队其实有点像导师一样，你这个一步一步都跟着你的这个业者一路走来是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业者很多种。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像工程师，他们就会说好棒哦，怎么这么厉害？就这样，跟他的背景会有关系。对，他就会很开心，跃跃欲试。对，他又会学得很快。但是我们通常就会有很多，因为你知道工程师嘛，他可能是各行各业，是他们就
就会开始下指导棋了，就会说啊，你怎么不可以又这样写，又那样写，又哪样写，又哪样写？对啊，他可能是工程专业的博士等等的，对，然后就会这样，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跟他解释说，你要这样那样这样的话，我要一关一关打通关。我们是贵州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不要再有意见了。对，就会这样。那如果你遇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是比较乡下的老板，乡下地区的老板，是他就会跟你讲说，好麻烦哦，我学会的时候都不知道几年了，就会这样。然后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慢慢教，带着他做。对，然后可能今天讲完了。他明天又忘了，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就要一直不停的重复，然后我们工程师常常就会跟我讲一句说：“我教过了。”他又来问我了，这个我昨天跟他讲过3遍了，我已经讲3遍5遍了，他怎么1个礼拜问一次？但你们就是把他教到会，就慢慢教。对，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工程师，其实我们工程师都是年轻人，我们家全部都是年轻人。OK，因为我这个执行长的脑袋有一点点像小顽童，对，就是很喜欢新的东西，一直要新的东西，随时都有这个稀奇古怪的点子。对，所以说一定要年轻人才跟得上。对，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来做什么？他们年轻人大家都混到，所以说我常常会说一些很新的东西，异想天开的东西。对，但是我是很喜欢实践，是我不喜欢想做不到。对，我喜欢想做得到，不是光说不练。对，说出来，你只要说出来就好，做的是他们啊，执行长。我也会陪他们做啊。对，没错，执行长当然也是会扮演监督的这个角色啊。不是哦，我会陪哦。他们要加班你就陪啊，他们有的时候你知道软体这种东西我真的不太懂然后我都会跟他讲说，我现在有空1个小时，来你开始教我。他们又要昏倒了。对，然后我会问很多个为什么，是，但是他们久了以后就会知道说，你把我教会了以后，我就会用人的语言去教业主。执行长你代表的角色可能就是一般的消费者，或者是一般的这些业主。对，他们觉得奇怪或者是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你提的问题。对，所以说我就会一直问他们，其实他们久了就习惯这样子了。那反正他把我教会了以后，就可以省得去教很多人。因为很多工程师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个本来这样弄在一起自然就会出来啦。是，有什么好解释这么多的？对。我常常说这个工程师脑嘛，我没有任何歧视哦，就是工程师脑啊，我就是要工程师跟一般人要去沟通。是，对，他们的思考的思维的模式不太一样。但是工程师跟工程师沟通更大的灾难反而更难，是不是？对。为什么是会有彼此的那个成见吗？或者是领域不同？对，就会觉得你应该听我的。对，或者我觉得这可以是，然后另外一个说实际面不可以。那执行长要去调停吗？对，还要去调停，不然这样怎么办？就做不下去。对，就会没有变成没办法成案嘛。所以说我常常说我就是不停的在解决纷争。对，客人跟我们家的任何的一个伙伴的纷争，然后大家有个共识。达成共识了以后就可以去完成，然后才不会误会。这个执行长非常有耐心，那同时又有很多这个创新的想法。这跟您以前做过老师嘛？对，协助这些可能身心障碍的学生。有关系吗？跟你这个背景？我没有学过身心障碍，不是身心障碍我资讯错误。学习障碍，学习障碍，我给大家回去嘞，不好意思。他们是很聪明的，妥瑞氏症。非常的聪明，只是在一般的这个学习的路程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对，他社会化比较弱一点，比如说亚斯伯格啦、妥瑞氏症啦、过动症。那跟执行长常常跟他们接触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吗？跟运用到你后来在经营公司方面，跟大家沟通。对，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教这种小孩的时候，我要先去配合他嘛。我要先配合他，先要去听他想要什么，甚至有时候他不讲话，我们就坐着，我跟你在一个空间，我就等你，对，就等你，你总是会说话嘛。对，然后你怪我也怪嘛。我说不定他看我更怪，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来同情你好了。我说 OK。对，没想到有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从这以前的经历，每走的一步都不会白费，应该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刚才执行长已经有聊到了这个对于趋势的观察，对于数位转型的推动。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下这个永续转型，其实执行长算是很早就在推，因为每一节特别注重绿能、友善环境等等的。所以你们很早就在推这个永续转型那这个永续意识一样是怎么样跟这些消费者，怎么样跟你的业者来传达？那你一开始要推这个东西的时候，一样也是困难重重吗？这样讲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其实永续这件事情，绿能这件事情，你对一个想要去经营一间店铺的业主，他不会有感觉，因为他总觉得北极熊关我什么事？好像离他很遥远啊！我现在就要赚钱，但是呢，我的想法是这样：你如果要跟商业结合，你可能就要用业主想要听的话。对。那节能这种事情跟它的成本有没有关联？一定有嘛。有关联，因为我们洗衣店其实说真的就没有人力成本啊，对不对？那它唯一的成本就是水电瓦斯房租设备。对，设备好，那设备是固定的，那流动成本就是水电瓦斯跟房租嘛，对不对？那房租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你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房租是1万还是2万还是3万，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没错。但是呢，水电瓦斯就不是他能选择的了，它就是固定啊。我设备买进来了以后，我就是只要有生意越好，我就得花更多，对不对？生意不好，我就花少一点。我常常都会开玩笑啊，我会说你的水费、电费、瓦斯费，如果说很高，费用很高，就表示你生意很好啊，是好事啊，对，是好事，代表你的店有人来啊。对啊，你没有人来，那你就没有这个费用嘛。当然那个费用很低嘛。对，所以说我的想法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业主就会想说，我希望有人来，但是我的费用要很低，又要对，这个怎么样达到那个平衡啊？那很简单啊，就是我们从我们设备啊，对不对？我们的设备从源头开始，我就讲嘛，全世界的设备就是欧盟最奇怪，最严格啦。对，它最严格啦，讲奇怪，它就是要出来，他们是一个非常缺能源的地方，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所有的设计就是得省。要非常的节能，要非常节能绿化，对，所以说你要从那里出来，而且是在欧洲当地制造出来，你一定得通过节水节电，我们的证书拿出来一大堆啊，什么节水啦、节电啦、节瓦斯啦，然后安全啦什么的，有的时候那个安全甚至会让我觉得，你这种安全知道到底到安全到什么样子？是要安全到极点的。对啊，我就常常有时候我会半开玩笑，我们的业主来，我就会跟他，我跟你讲哦，我们家的设备它很会跳故障嘛。警长很会跳故障嘛是怎样？我说他就太安全了，他就是电不对，他就叫你来。然后呢，瓦斯怪怪的，叫你来，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动静，通常其他设备不会有问题的，它都有问题。对，它就是不行，你不可以，因为它不可以有任何有安全的顾虑。对，就是这样。然后再来，它就是要省，什么都要省。所以说，它的所有的设计的思维都绕着节省而走。那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就很好玩。我有一个在楠梓的业主，有一天，因为我们的官方数据大概差不多20%左右，就是水电瓦斯加起来20%，就是烘干机加洗衣机。我觉得20%已经是所有的设备里面算很节省，很低嘞。对，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业主就打电话给我说：“警长，我有没有算错？”他就这样问我，我说怎么了吗？我以为他说太高了，这样，然后说我觉得很奇怪，我的瓦斯的费用跟我的那个就是收入比起来奇怪，怎么有没有算错？结果我就说好，你给我，然后我计算，到底是多少？对我本来心里讲好不好？我本来心里很害怕，我想要是超过28吗？然后我就在想说完蛋了，然后结果呢？就拿来，我说怎么了吗？11%而已，你还嫌贵啊？我就这样不好吗？他说不是啊，怎么会那么少？你们那时候不是说20？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
你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说我不知道我们是说这个耗电率20，结果你做到11。对，我说原厂数据20啊。他说11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跟我讲，我就讲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思考，就我想了以后，我就想啊，它有一些设计，因为它就是温度一高到一个程度了以后，它就会停火，然后它又是恒温，然后又什么，它就整个设计都围绕的节能，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它的就很节省，就是会非常节省，甚至会低于官方数据。我就常常在讲，我卖过很多设备，奇怪，法购的什么数据会竟然人家官方设备，我们买车不都是会耗油，实际上会高，对不对？对，它好奇怪，它竟然对实际用的比它的官方数据要低。然后后来呢，我又再去测试好多的啊，真的11.2%啊，就这么低哦。对，那当初他们这个还不包含水电，他们的20怎么定出来的啊？不知道，还是因为会有地域的差别？有可能是因为欧洲贵，对，有可能。我就想，来到台湾变成11、12，对，就变成这样。然后你如果再加水电的，又更低，再平均下去不到10%，我说真的吓死我。对，我就想说，哇，就很开心。哇，这个流动固定的成本都降低之后，不过一般洗衣店会不会还是有一些消耗品啊？因为我知道像是去洗棉被的时候，会有时候要用那个抗静电纸嘛，等等的，会不会我们这个自助洗衣店的一些消耗品，怎么样来绿能永续啊？像抗静电纸这个东西哦。其实我们法购的机器本身就抗静电，在欧洲静电，因为他们天气冷嘛。你温度那么高又很干，对，很干，就是静电的效果会更强，就是有静电的这种状况会更多，所以说他们的设计就本身就抗静电。是，好，然后呢，所以说呢，如果你买抗静电纸，对我们的机器来讲，它就是一个可以有香香的感觉。对，就静电纸很香。是，但是呢，我觉得静电纸的香味其实它并不是属于一个友善的。OK， 对环境其实并不友善。那它这个香味其实我们讲的去使用者很开心，但是旁边的邻居，香香对，但是旁边的邻居整天去吸那个味道是很可怜的。因为你静电纸一放进去，跟着湿气从排风管出去，那旁边的邻居啊，就一天到晚从早吸到晚，尤其在冬天，对，那这个东西你就会造成环境不友善。是。那因为这样，我也去跟原厂沟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东西，可以放在机器里面，让它呢在所有的衣服烘干了以后才开始喷香水，是，就是我们达到有香的这个效果。那我们本身就有抗防静电了，对，那这样子它又不会再因为你在蒸汽抽出去的时候在危害环境，是，对，然后你的香水又是原厂的，那你知道又开始了，又是欧盟，就是绝对对于环境没有任何的那个影响，这样，而且最好笑的是纯天然，对，纯天然，而且一定得用原厂的，然后重点它还有品牌阿玛尼的香水，就这样，原厂应该觉得。梅姐执行长，你又来了，你又来叫我们要做些什么了？对，我就是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个原厂，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他们也很希望进步哦，他们自己本身整个原厂就是很希望进步的一个原厂，所以说我们的思维模式是相近的，对，他只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好，皱个眉头，对，然后没想到又提出了这个他从来没想过的要求，对，然后包括说像最近流行洗脱烘一体，是，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法购是不是也做洗脱烘？他说好啊，我们做啊，本来很简单，对不对？我说，但是现在目前我市面上看到洗脱烘的耗能很高呢，那能不能洗脱烘？但是耗能要很低。耗能低，他们最会啦，但是难啊，做不出来啊，很难啊，他们要花时间啊，是，因为实际上为什么市面上的都很高？对，它就是一定它这个设备就需要这么高的一个启动耗能。但是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出来，它就赢了嘛。对，那重点我还是要耗能低，是因为我会觉得耗能高，
我的业主回本速度慢，没错，对，那而且这对环境不好。那说真的，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做耗能高，他们也出不了国。是啊，是啊，对，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拿到那些欧盟的证书，是，所以说也没办法，他们都是一定要节水节电。对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们就得努力去做。所以目前还在进行中，进行中啊，还在研发中，我们就期待这个之后会有洗脱烘，但是又很低耗能的，对，低耗能的这个设备。是好的，那这个最后想来问一下这个执行长哦，首先请执行长聊一下，你们的加盟主都是哪些背景的人？刚才有提到，好像有这个工程师背景的，对，然后也有这个年纪大一点点的，对。当初他们是受到这个执行长什么样的感召啊？什么样的理念啊？他们会愿意来加盟？我觉得都是斜杠吧，是大家都是想说，他还有本业，是不是？对对，其实我们的业主99%都有本业。对，只剩1%没有。就专心全职在做这个自助洗衣。对对对，那99%都是有本业，各式各样的啊。有比如说是工程师的啊，然后也有什么大车头的，开大车头工那种很大的，还有甚至怪手的老板，专门在出租怪手的老板，然后也有补习班老师，真的都是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背景啊，就是很多各式各样啊。是，然后也有学校老师啊，也有银行的啊，也有房屋中介，跟你想到的都有，你可以想到的行业我们几乎都有。是，对，就是店数越多就越多，就这样。然后跟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沟通的模式也会不一样嘛。其实执行长刚才也有提到一点点了，他们想法不同，那你要找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跟他沟通。是。对，所以说常常你要用不同的语言，比如说你跟工程师，你就要讲得非常有数据化啦，然后非常的有，比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你可能你就需要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然后你的 solution 是什么，然后最后为什么，然后你这个比例发生多高，才能够说服他。要做一个报告，我们的工程师就崩溃，然后只好我自己来，是就是这样。那但是就我其实也蛮崩溃的啦，因为很忙，但是尽量嘛。对，能做的就做嘛，对，我们就做。那你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在地化的，是比较在地化、比较 local 的人，你就要用台语讲他听得懂。是，比如说我们就会讲说多元支付，他就会说要用黑要创就零钱就好啊。对啊，我就会讲，我跟你讲哦，零钱一台机器有一个投币器。好然后我们有11台机器，就有11个投币器。3年以来我处理，3年以后报告过来你处理，你自己处理。你看你哪都转成多元支付，大家你的拢伊的手机，派去是的手机，跟你无关系。你有影真的呢，无3年后遐出门地拢我家己的代志。是啊，就是你那个东西是。就自己要去那个所以说你是不是要从前面，这样他就听得懂了。对，他就会说我爱饿了，我讲嘿啊，你看我已经尽量做到15种支付都给你，还不用月费只要手续费，我们公司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我就是希望你用。执行长会不会太佛心啊？很多事情因为我比如包括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业主导正化，所以说以前的洗衣店都不会喜欢去申请什么商行，是不喜欢缴税。就是对点点谈卖火狼灾。对，但是后来因为我要希望他们正规化，因为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没发生事情没事，发生事情就有事。是啊是啊，对，你不是正规化你就会有事。你理赔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你保险也没有了，你没有办法照着政府，你是等于是在灰色地带。我不希望我的业主是这样，这也是为他们自己着想嘛。对，但是你讲很多，他想到钱就不想听，所以我们除非真的有事情发生。对那不可能啊，我们不能赌事情发生啊。就像你买保险，你不是真的一定要怎么样啊？是嘛，当然啊，买个心安嘛。对，但是我就会想说，好，用什么方式呢？所以说我导入多元支付。是多元支付，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大家都习惯了，你如果不做，你就收不到那种客人。是啊，对，所以多元支付导进来，那多元支付你就得申请商行啊，对不对？不然不可能啊。对，好，那就导正，慢慢的导正它一整套的。
都要做。对，那你在做这个服务，你要跟他收钱，那他就又想更多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只好自己做了以后自己负担，去找媒合，找政府补助，找什么，就是想尽办法协助我们的业主。因为其实我常常会讲说，人家会讲说，哇，那个欧洲的机器好贵，我就说，但是我们提供的服务超值的服务，对，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我不另外跟你收什么钱啊，对不对？但是我就希望你整套的，那你可以让你的服务更便利，让你的客人更有更大的凝聚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帮助你的生意。是啊，你旁边有开了一些其他新的店家，你才不会害怕。是啊，对，因为你不会他有的你没有，只要他有的你都有，那就不会有怕竞争。是我们有的，别人还要来模仿，好不好？对啊，蛮多的。其实我们家的员工常常会讲说，哦，他们又学我们，连广告词都不改就学。我会讲说，这样直接抄哦。对。但是我常常会跟我们家的员工讲啊，我们的伙伴讲，我会讲说，你做得很强，才有被抄袭的必要。是啊，对。如果今天你不够强，谁要抄你啊？说实在的，我要去考试看别人的答案，我也去看第1名的，谁要看第5名的、第20名的？对。然后我们家的伙伴呢，也常常会讲说，网络很奇怪，好像大家都好像只要是把每一节打倒了，好像他们就可以做到生意的这种概念。我就说，好吧。就负面宣传，但是我不负面，他们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好奇，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每一集？对，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想这件事情。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不停的进步。像我们做了2年，要把 IoT 上线。那大家都在讲说，金长为什么你的 IoT 这么慢？我说我又不是只做表皮。我要做就连骨头都做，彻头彻尾的做。对，我要，所以说这难。没有完全全面性确认没有问题之前，原厂没有问题，我们这边没有问题之前，我不敢全面上线，贸然的这样推出，因为这样子会对业主产生困扰。是，对，那我们也会困扰。所以说2年的时间。今年终于 IoT 开始全面上线。是，那 IoT 上线，但业主还没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知道现场哪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后端就已经可以来解决了。然后我们可以解决的就尽量帮你解决，没办法解决要硬体现场再请业主。是，那这个至少就可以简化。你包括消费者说你怎么知道？就是说这个现在他还没到现场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开始在处理了。那这个就可以降低消费者有一些。没有办法处理现场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那再下来我想要做的就是 AI，因为这个 AI 是现在大家很夯的话题。对啊。那大家会觉得那 AI 很简单，你就找个 AI 公司来配合就好啦。我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要这个 AI 的部分能够跟我们的设备还有我们的商业环境完全 match，所以这得思考，要无缝的结合。对，要无缝接轨，你不可以有好像 AI 是 AI， 机器是机器，工程师是工程师，园长是园长。我说那这样你这个东西叫噱头，大家都搞到精神分裂。对，那叫噱头。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对，我要的就是很实际面的，像包括我们家的系统，现在已经发展到第4代了。人家讲说你系统发展到第4代，对，因为我每年都要进步，是对，进步到没办法进步的时候，我们就再进一个大跃进，下一代，再到下一个阶段，这样。对，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一直不停的进步，是对，因为可能是我的个性吧，因为我比较好奇宝宝，我一直在想说，最近有点无聊。这个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很好，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对，我就是会喜欢。其他人在那边默默祈祷说：“执行长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他们都会很喜欢说：“执行长你忙一点比较好，静下来是一个蛮头痛的事情。”又开始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对，但是其实基本上我们家的伙伴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会蛮受不了我，因为我有时候会讲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那后面呢，我都会说服他们。对，你不只提而已哦，你还说服他们这个是可行的。对，再来不行，我们大家来讨论。对，我们来讨论可以怎么样，脑力激荡一下。对，然后做完了以后
有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修正，对对对。Okay. 然后呢，再来业主那边我来沟通，对，然后他们就会越来越紧张，就这样子。然后就是事情不要把它弄得不好。其实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我常常说，我觉得我员工，我希望我的员工在我的公司里面，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小的公司，是，他不是员工，对，所以公司赚钱大家都有，对，那。这些东西我也希望他是独立个体，他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老板说，因为老板的脑袋只有一个，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对对对。那如果有很多的脑可以一起激荡，那我觉得这个公司就会一直往前，对，就算换别的行业也可以很厉害。其实这个执行长刚才讲的已经有点像是这个最后的结语了。不过我还是来问一下这个执行长，每一节的未来你有什么期许？说真的，未来都是一直变化，那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是，对啊。那我的未来就是我希望能够结合更多跟我们有共同思维，然后希望不断的前进的伙伴，是共同来让每一节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是，那当然我也是希望对地球友善啊，包括我们的业主，我们的业主，我有时候常常会跟他讲说，我们要用好的东西，你要有品牌的精神，你不要为了1块2块然后去节省，然后用了不好的东西，伤害了机器也伤害了人，甚至伤害了环境。我希望的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也是希望我们的业主能够很诚实的面对你的消费者，就像我很诚实的面对我的业主一样。对，但是有的时候呢，或许业主真的还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对啊。那说真的，那不是同一条路线的人，那我就好，那就这样吧。对，但是如果是相同路线的人，有相同的想法，还有对未来的期许的业主，我们都可以一起不同时的前进。像包括说，像我的业主里面，现在也有不少的跳起来做我的经销。他本来是做别的行业的，是后来看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也赞同我的理念，是，然后也愿意跟我一起前进，然后甚至说，执行长，我也想要做这一行。我说很好啊，一起来啊，是啊，我们就慢慢带你，但是你自己要慢慢的去努力学习。当然，对对对，那我能够 cover 你的，我能够帮助你的，我都愿意。对对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蛮好玩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商业环境常常是这样，就是消费者会去质疑卖你东西的人，是对，然后呢，经销会去质疑上游厂商，那上游厂商如果有什么做不好了，就直接换掉，也不讨论，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没有共好的一个商业环境，蛮可惜的。对，那其实你要知道，团结才会力量大，包括说像现在我也。因为了原厂跟我讲一句话说 ，Candy， 我们东南亚市场你愿意去闯吗？我说你给我协助我去，对，因为我觉得我去努力的话，原厂也会更好，是，再来我的业主也会更好，因为你越看重我的业主就可以有更好的待遇，是啊，对，所以说我愿意。好，说真的。他这个年纪一天到晚往国外跑从无到有，我是说我这辈子一直在创业，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不做不行，你乐此不疲啊。累，开心啦，但是还是有时候会蛮累的。对，累真的是疲倦。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不做怎么办？还有，我觉得我也希望带我们家的年轻人看看海外的市场。是要有国际观。你在台湾的年轻人不能只锁在台湾里面。当然他可以有很安逸的生活，但是他看不到什么叫做国际，这样不行。所以说我觉得愿意跟我一起奋斗的年轻人，我们就一起出国，没有关系，我们出国去奋斗，一起出去闯一闯嘛。对，闯就是闯，但我在前面了。对不对？所以你们不会受伤，是对啊，因为要受伤就是我。对，但你们跟着我出去，我是保护着你们的。那我们看可以去创出什么更好的。当然，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不会去忘了我的本，是台湾的市场，因为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我非常大的练功场。所以说我绝对不会去放下我台湾的业主，我反而在台湾业主给我的回馈，我会看得更重要，是因为他们给我的回馈可以让我在外国可以更减少有可能失败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所以说这个
就是一个我希望做到一个大家共好的局面。那每一节呢，我在讲，我不希望每一节只是每一节，是我希望每一节能够做到的，就是所以说你在问我说未来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每一节可以做到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很努力，一步一脚印，然后想到的就做。能做的我就做，是能够协助我的业主，能够协助原厂，能够协助我的伙伴，能够做得更好，那我就尽量去做。是对，然后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对，我是希望的是这个样子。我希望告诉大家的一个精神就是说，我们台湾不是台湾在世界各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台湾精神是很重要的，它真的很棒很强。台湾的年轻人，台湾人刻苦耐劳的精神，而且他们在研究技术面真的都非常的强。那要怎么样让世界可以看到我们？是，那就是要把你的能力拿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做我能做的事情。对啊，执行长，你真的很会结尾耶！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很有起承转合有搞笑的地方，然后也有这个乱入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个结尾呢，又结得非常的完美所以我们听完这个节目呢，真的可以从这个 Candy 的分享当中知道他对于创新啦，他对于细节啦，他的执着，他有同理心。那同时呢，又希望大家这些伙伴们一起共好让每一节不只是每一节，让洗衣店不只是洗衣店。You make it happen, we make it different， 是不是这一句？嘿，别人 copy 的是这一句吗？我不知道。好没错，我们今天呢要再次谢谢这个每一节绿能智慧洗衣设备 Fagor 台湾亚洲总代理执行长我们 Candy。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执行长，谢谢执行长。那如果各位朋友们还想听哪些创新突围的精彩故事，欢迎留言告诉我们的节目团队谢谢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